我不愿意。顾爷，云薇，请你嫁给我。是在干什么？叶之薇，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婚礼？这到底是谁的婚礼啊？叶总是要嫁2个人？我看白浩才像新郎。顾意，爱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一切，你接不接受3人行？近日，叶氏集团投资失败，亏空百亿，濒临破产，江城第一商业帝国即将崩塌。顾总，华尔街8大家还在等您上任，现在叶氏就是一个烂摊子，你何必要？要不是叶老爷子，我早被冻死饿死在20年前。没有何必，只有必须。爷爷，你怎么样？闺女，你终于回来了。我好后悔，当初该听你的劝，不跟赵家赌这一把，叶家大好的基业，也不至于毁于一旦。爷爷，别激动，身体要紧。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到头了，商场如战场，我输了，认命。可是我死以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薇薇，她还年轻，能力不足，公司那群豺狼虎豹肯定会把她生吞活剥的，他们母女俩会无家可归的。爷爷，你放心，我会帮志伟守住公司，绝不会让叶家倒下。不够，我要你娶薇薇。签下契约，细心辅佐她3年，3年以后公布我的遗嘱，若她能通过你的考验，她才能正式继承我的遗产，否则叶氏的一切都归于你。可以，叶氏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必须找个有能力的人。你是华尔街的神话，只有你才能让他起死回生。你连老头子最后的希望都要拒绝吗？爷爷，你放心，叶家有难我必定负责到底，我更不会辜负志伟。可是顾总，我们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回来就好。从今以后，顾意就替爷爷照顾你。你要嫁给顾意，3年以后再举办婚礼。到那时候，爷爷会公布遗嘱。这3年是对你们的一场考验。爷爷，爷爷，爷爷，顾意哥哥，爷爷不在了，我只有你了。志伟，我一直都在，我会替爷爷照顾好你，照顾好叶氏。顾爷，看看你干的好事！白浩说就是你，搞砸了我们和林氏集团100亿的项目，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林总，这一次我们叶氏集团是真心跟你合作的。顾意，曾经的华尔街之神，8大投行联名求你上任总裁。3年前，你拒绝了我的邀请，如今怎么会屈尊，跟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子谈合作？林总说笑了，林氏是国内最大的企业，叶氏集团能不能上市，就差您最后一字千金了。当初叶氏集团的白浩得罪了我，才取消的合作。但是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
1瓶酒，10个亿，让我看看华尔街神话的诚意到底值多少。林总，说话算话。我林婉清从不食言。顾总，您的身体没事。够了，顾总的诚意我已经看到了。这杯只要顾总再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我立马签字，并且再追加50亿投资。什么要求？我要你承诺，以后为我林氏集团出谋划策3次。合作愉快。好，就冲顾总这份魄力，我签。顾总，您何必这样呢？我们马上去医院。顾总，你咳血了，我送你去医院。没事，先把合同送回公司，实在疼。志威，告诉你个好消息，林氏的合同。你天天不务正业的，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通知你件事儿，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林氏集团的总裁了。什么？这个位置应该留给真正为公司着想的人来做。顾总。医生，急性肝衰竭，半小内出血，立刻准备手术。这是病危通知书，您是他的家属吗？这里签字。我不是别人家属，等我马上打个电话。志威，是故意的电话吗？他刚被你撤了职，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要不你就别管我了，去陪他吧。我这点伤没事的。他占着位置不出力，有什么可不平衡的？你才是为公司立下大功的人，伤再小也是大事。顾意，你没完没了。苏浅雪，这么晚了，你们还在一块儿，可真是认真工作。叶总，我刚撤他职，他就病倒了，可真是一出好戏啊！我很忙，没时间陪你们闹翻。小病小痛又不是什么绝症，我现在在外面应酬，没空。叶总，叶总，没事，走。病人昏迷，快推进抢救室，立刻进行急救。你跟护士去办理住院手续。好。让一让，让一让，急救病人。故意，故意。志威，好消息，林总同意和我们签合同了，还追加了50亿投资。
真的吗，白浩？你真是我的定海神针。之前本来谈的不顺利，我还以为黄了，最终林总还是认可了我的方案和能力。真好。志威，要不你还是去陪顾一吧，我这点伤真的没事的。他能有什么事儿？你是为公司鞠躬尽瘁才受的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你的肝已经完全坏死，国内没有办法治疗了，必须在1个星期内转移去国外肝移植。尽快准备吧。顾总，顾家豪，是我和志威的婚礼。您都病危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影。这种女人娶她干嘛？千雪，这是我的家事。华航，谢谢你对我的守护，就让这个爱人节替我守护你吧。谢谢叶总裁的守护。好甜啊，这 CP 我磕了。没想到高冷的叶总裁在白总监面前也有这么小女人的一面，感觉爱意确实满满，要从皮肤接出来了呢。这是爱人节，守护最心爱的人的幸运节。能不能教教我？哪天我也想让他替我守护我心爱的人。叶志威，我为了你才变成这样，没想到你却在和别的男人约会。千雪，帮我安排一下，5天后婚礼结束，我要出国治疗。郭先生，切记一定不能再喝酒了，回去好好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苏小姐已经替你联系了国外最顶尖的治疗团队，祝你早日康复。喂，志威，他快要出院了，你跟我一起去接他。对了，他脚崴了，你负责给他开指。我也注意了。她就是你老婆？你忘了，我们是契约隐婚，不能泄露关系的。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快点，别让白后等太久。你老公也住了3天院，你就不想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吗？他闲出病了的。什么？你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那可是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算了，他确实有病，而且病得不轻。顾意啊，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矫情了。你身体好好的，能有什么病啊？病历单给我，我给你办出院。没事。你果然是没病装病。顾意，你知不知道，你坐在家里吹空调的时候，白浩为公司冲锋陷阵，拿下了林氏集团的100亿订单。说什么？林氏集团的100亿订单是他拿下的？你这什么语气？你在嫉妒什么？有没有可能，订单根本不是他拿下的？订单当然不是我拿下的，这一切都靠知威的信赖与支持。怎么自己出来了？小心点。愣着干嘛？帮我扶一下白浩呀！顾烨，我知道你在怪我和知威走得太近了，对不起。故意，你是故意的吧？明明是他自己。我不想听你的辩解，我可以接受你软弱无能，但是你不应该伤害白浩。你说什么？我伤害他？难道不是吗？如果你真的还想要挽回我，那就应该像白浩一样上走。知威，别生气，都怪我。顾烨，您放心，我对知威真的没有半点的非分之想。看看人家，
不怪你，都是故意的错。对了，今天回公司迎接白浩出院，给白浩庆功。你等会儿再出去，免得被别人知道我们是夫妻。老四儿，顾总，顾总，恭喜白总出院！这一次全靠白浩的努力，我们才能拿下林氏集团的100亿订单。大家一起将鲜花和掌声送给他，让我们欢迎白总出院！白总，送给你，谢谢。顾总，100亿资产是您拿下的，关他白浩什么事？顾总，你都已经被这样对待了，难道还要继续待在叶氏集团吗？像这种小公司，根本就配不上你。听说叶总裁已经结婚了，他的已婚对象该不会就是白总监吧？肯定是啊，只有白总监那么优秀的男人，才配得上叶总裁那么优秀的女人。他们简直是 CP 感爆棚！两位，在这种感动时刻，你们不来一张夫妻合影？大家别误会，我不是叶总的隐婚丈夫，叶总的隐婚丈夫是个比我更优秀的人。这世上还会有比白总更优秀的人？我不信，真要优秀，怎么会隐婚啊？就算白总不是您丈夫，也是您的得力干将，无论如何都得合影一次。老太阳，老太阳，太阳，太阳，老太阳，老太阳。顾影，你比不上白浩，却只会嫉妒，甚至都不愿意为了我往前再走一步。好，看在白浩为公司带来100亿订单的份上，我就大方一次。叶之薇，顾影，如果你真的足够爱我，就应该成长起来。现在的你，真让我失望。有些牵挂，住得像山般，越是不碰它。诸位，回来了。这么晚了，你还在等我？恋着你的发，我不害怕。知道你下班晚，没吃什么东西，跟你一起回来吃。别忘了，今天是我结婚纪念日。我去热个菜。这不还没办婚礼呢吗？不用热了，我不想你太累。你肠胃不好，不热怎么行？懂了，承诺的代价，不能给我的。叶之薇，这3年，你辜负了我的付出，也没能通过我的考验，就让这一切结束在婚礼当天吧。志威，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你和顾意到底是什么关系？要是不方便说就算了，毕竟这是你的家事。没事，爷爷临终前留下契约，让我和顾意结婚。也就是说，顾意为了过上好日子，把自己卖给了叶家3年。差不多吧。无论我有什么要求，他都会无条件满足。可这对你不公平。他再不堪，我们也是青梅竹马。你们干什么？小妹妹，跟哥走吧，哥哥带你玩点大人玩的东西。住手！还想应酬就没？变成壮举，好。你怎么那么傻呀？我是为了保护你一辈子的，说到做到。可你爷爷这是拿一个没有未来的废物浪费你的未来。
志威，叶家是顶级豪门，顾意对你的付出，怕是连在叶家工作3年的保姆都比不上。我和他的事你不明白，爷爷临终前立下契约，必须让我和顾意结婚3年，他才会公布遗嘱，将叶家的家产全部交给我。就算我不喜欢顾意，顾意也不爱我，我也不能离开他。更何况，志威，难道你已经3天后的婚礼，是我们契约到期的日子，也是爷爷公布遗嘱的日子。到时候，你就是江城第一贵人。就算不继承遗产，我也是江城第一贵人。这3年，我对顾意很失望，太窝囊，太没用，完全不够格入赘叶家。但是只要他足够爱我，其他的我都可以忽略。你打算怎么做？婚礼那天，是我对他最后的考验。只要他足够爱我，我依然会让他入赘叶家，继续我们的隐婚契约，让他做我的地下丈夫。但如果他没能通过考验，就算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既没本事也不够爱我的男人做接盘侠。明天是我生日，到时候我把他叫上，我们好好考验一下他的真情。各位，3天后的婚礼本该是我们一生最幸福的时刻，现在却要变成最后诀别了。明天白浩生日，晚上我会安排生日宴，你做个蛋糕带过来。你明明可以定做蛋糕，何必让我做？你做的蛋糕好吃啊，白浩特意想尝尝你做的。他是公司的功臣，他的要求我当然都要满足。叶志伟，你以前说喜欢吃我做的蛋糕，现在我为你学会了做蛋糕，却变成了你讨好另外一个男人的筹码。叶总，你今天真好看。是啊，好漂亮的蛋糕啊！哎，对了，志威，这帅哥没见过啊，他是什么人啊？仆人，他是我叶家的仆人。我在你眼里就是仆人。你别忘了，我们是契约隐婚，难道你想让我承认你是我老公的仆人？顾意，你如果真的爱我，就可以接受我给你的一切标签。顾意，来者是客，一起来吧。先吃蛋糕吧。好，你帮我切。一起切。你们小两口一起切呀！啊，你这个仆人啊，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还不快拿手机出来拍照啊？对呀，记录一下这幸福的时刻。大家别这样，志威是把顾意当家人的，是吧，志威？看起来白浩才是你的家人。你这是质问。不过你说对了，我的确是拿白浩当家人。这蛋糕怎么有酒心巧克力的？我酒精过敏，吃不了这个。顾意，谁让你放酒精巧克力的？你过来把它吃了。你听不到我的命令吗？白浩不能吃这个，你来把它吃了。我也酒精过敏，我现在肝出了问题，一滴酒也不能碰。我怎么不知道你酒精过敏啊？你编点借口你都不用心吗？叶家的仆人不是什么好当的。仆人3年婚期马上到期，要是不乖乖经受考验，只怕连叶家仆人都没得做。
当你在考验别人的时候，可曾想过，别人也在考验你？顾意，你说什么胡话呢？寄人篱下还这么硬气，夫人也配考验主人？没有那一纸婚约，你这种层次都没资格进叶家的门。说穿了，你只是知微养的一条狗。顾意，你干什么？没关系，知微，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不关顾意的事。顾意，我的考验还没开始，你就已经扣大分了。顾意，婚礼那天就是我们契约到期的日子，你不要让我太失望。好了，知微，别生气。今天是我生日，我不希望因为我让你放弃顾意。毕竟没有叶家收留，3年之期一到，他不就成了丧家之犬吗？你闭嘴吧，顾意，我今天是看在白浩的面子上，懒得跟你计较，你不要让我太生气。这样吧，你给知微自罚3杯，我替他原谅你。我说了，我酒精过敏。刚刚让你吃酒心巧克力你不吃，现在我让你替我自罚3杯，你也不肯。就算酒精过敏，喝3杯也不会死人的。就是啊，我就没见过这么矫情的男人。好了，我们不为难顾意了，我替他吧。怎么了？契约规定，他要服从我的一切命令，这是爷爷给他定的规矩。顾意，你今天要是不肯了，那契约就到此为止。不是爷爷的规定，而是我对你的爱。喝，好，喝。我今天很生气，3杯不够，3瓶才行。顾先生，最近一定不能再喝酒，回去好好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叶子，这份文件麻烦签一下。今天白浩生日，你还拿这种工作上的事来扫兴？我不胜酒力，就算走。顾意，你怎么了？还能怎么？喝醉了呗。我会让他找个代驾。就是啊，咱们还有第2场呢。今天白浩生日，你可得陪他玩的尽兴才行。自己找个代驾走，我今晚不回家。顾姨，这么喝你不要命了？要不是有好心人送你来医院，你早就……医生建议你马上出国治疗，不然随时都有危险。契约还没结束，最快得等婚礼当天。这么做，你值得吗？叶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就算叶知微跟我情断意绝，我也得履行婚姻契约。时候不到，我仍然要做一个呵护妻子的丈夫。明天就是我和知微的婚礼，夫妻一场，
你安排一下，清点财产，准备公布爷爷的遗嘱。要试炼故意，我可以帮你做这个试金石。只要他足够爱你，就应该无条件的接纳你。但凡他敢说一个不字，他就没资格做我叶之威的男人。之威，我们喝一杯。算了，我也该回去了。看来之威还是舍不得顾意。明天的婚礼是我对他最后的考验。等我继承爷爷的一切后，他将再无机会。顾惜，明天我就能彻底赶走你，独享之威了。顾总，根据合同约定，叶之威没有通过您的考验。明天过后，叶家的100亿资产将全部交到您的手里。没想到顾总，你短短3年时间就为叶家积累了这么多财富。除了这些显性财富，还有林氏集团的100亿合作也都在您的手里。一直以来，我不想给之威太大压力，所以才一直隐瞒身份，默默为他付出。可却没想到，顾总，您看看您的身体，他不值得。叶之威，明天的婚礼，只要你们会好，我不亲手撕掉离婚协议，这是我留给你的最后机会。顾意先生，你是否愿意叶之威女士成为你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到生命尽头。我愿意。叶之威女士，你是否愿意顾意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或任何其他理由，都爱他、尊重他、照顾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尽头。我不愿意。顾意，我之所以跟你结婚，是为了爷爷的遗愿。论身份地位，你与我云泥之别。婚姻在你眼里，只是一场关于身份地位的交易。是你匹配不上我的身份，所以我只能看你够不够爱我。从小到大，我们青梅竹马，3年7月，我也是无悔付出，还看不出我爱你？这点爱还不够。之威，请你嫁给我。是在干什么？叶之威，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婚礼？这到底是谁的婚礼啊？叶总是要嫁2个人？我看白浩才像新郎。顾意，爱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一切。你接不接受3人行？要是你不接受的话，只能说明你对之威的爱还不够，那你就没有资格娶我。不说话，顾意，我命令你马上回礼，否则我就现场终止契约，婚礼也将到此为止。叶之威，你让我接受爱人当面出轨，这不是爱，这是把我当狗一样羞辱。顾意，要是你不接受的话，只能说明你对之威的爱是假的。真的爱一个人，就算对方的肉体和精神都出轨，也依然爱。白总说的对，能够分享叶总一半的爱，你还有什么不满意？是啊，赶紧答应吧，要不然你连做叶家狗的资格都没了。我要是叶小姐，也绝不会找一个窝囊废结婚的。快答应吧！
我同意。你同意了就好。今天过后，任你情深似海，终究陌路殊途。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那婚礼继续。看来你还是足够爱我的。既然如此，我仍然让你当我的丈夫。顾印，恭喜你通过了考验。很可惜，你没有通过我的考验。这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顾印，你什么意思？你送我的新婚礼物怎么是离婚协议？顾印，你疯了！你居然敢跟我提离婚！在今天，在我们的婚礼上，那不然呢？难道我要等到你和你的真爱在我面前上演三人行的戏码？叶之薇，我的容忍是有限的。顾意，你太让人寒心了。之薇只是想考验一下你对他的感情，没想到你直接拿离婚来报复他。你对他的爱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吗？没错，顾意，你太让我失望，你根本通不过我的考验。如果你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你凭什么说爱我？你管这叫委屈？叶之薇，你真是我见过最愚蠢、最自以为是的人。你好，顾意，既然你给脸不要了，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现在以叶氏集团董事长的名义宣布，你被开除了。极客气，你给我滚出叶氏，滚出江城！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开除我，是吧？你确定？当然确定。开除你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还需要犹豫吗？叶总，虽然顾意是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但他毕竟在叶家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打发他点钱就是了，何必？叶之薇，我提醒你，你今天开除我可以，但只怕明天叶氏集团就会因为你这个愚蠢的决定付出破产清算的代价。破产？顾意，你是不是被气疯了，开始说胡话了？叶氏是江城巨头，离了你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保姆就会破产？顾意，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好受，但你也没必要诅咒叶家吧。之薇之所以开除你，是为了叶家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发展？我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才一直撑着叶氏。现在，既然你自己斩断了这最后的情分，那就别怪我袖手旁观。你好自为之。站住！顾意，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叶家是江城巨头，还轮不到你来警告。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听了爷爷的话，让你这种废物进了叶家的门。顾意啊，你还是跟叶总道个歉，好好低下头，说不定还能做个仆人，总好过流落街头吧。这仆人的位置还是留给你自己吧，我看你舔的就挺熟练。你够了，顾意，你被开除了，全城封杀，我看哪家公司还敢录用你！我要让你在江城再无立足之地！立刻给我发全员公告，以我的名义宣布，即刻起开除顾意在叶氏的一切职务，通知所有合作方，谁敢录用顾意，就是与我叶氏为敌！叶总，不好了，完了，全完了！慌什么？没看到我在处理事情吗？张总、王总、李总，我们的所有股东刚刚全部宣布撤资，股票已经走了，全停了，银行那边已经在催债，也是要破产清算了。这什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不可能！我马上就要继承叶家的全部财产，成为叶氏真正的掌舵人，股东们应该更看好我才对。怎么会突然撤资啊？
叶氏的股东看好的是我，不是你。顾毅，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叶家的投资人哪一个不是江城的金融巨鳄？他们之所以投资叶家，是看中了叶家在江城的影响力。你一个家庭主妇，恐怕连他们的面都见不到吧？你说错了，不是我见不到他们，而是他们见不到我。让他们投资叶氏，是我给这些股东的机会。顾毅，你真是被气疯了，又开始说胡话了。就凭你，别说影响股东了，就是连他们养的宠物狗都影响不到。是吗？那就拭目以待，看看是谁主宰了叶氏。不管是谁，都轮不到你。先别和他啰嗦了，我要马上打电话给股东大会。他们突然集体撤资，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喂，张总，你这边为什么突然集体撤资？如果有任何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改进。但你们突然集体撤资，这是要把我们叶氏往死里逼啊！不是我把你们叶氏往死里逼，而是你们叶氏自己做的。张总，我们叶氏一直兢兢业业，从未有过任何经营上的失误。您这话，我实在是没懂什么意思。是啊，张总，麻烦您至少指条明路，有什么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也好及时补救，亡羊补牢啊。就好啊，现在把顾毅请回来，从董事长的位置下去，让他来做这个董事长，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撤资。不错，要不就把顾毅请回来，否则叶氏就洗干净脖子等死吧。这不可能，我是叶家千金，而你只是依附于叶家的普通人。我从未依附于叶家，恰恰相反，是我一手将落入地狱的叶家重新推上了天堂。顾毅，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叶氏有如今的地位，靠的是底蕴和叶总的努力，和你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有什么关系？家庭主妇？是，这3年是我顶着别人的白眼，替你收拾烂尾的投资项目，是我陪着你那南传的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只为了给你争取到那0.5个点的利润，也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把一份份漏洞百出的合同改得能上台面，让你在董事会风光无限。一个工作助理罢了，我随便找个秘书都能做，这也拿来说嘴？好，我在叶氏集团白天的功劳不说，那晚上呢？我就是你叶大小姐的贴身佣人，你身上穿的每件衣服，亲手洗好熨平的人是谁？你醉酒回家，半夜给你煮醒酒汤的又是谁？你生病发烧，夜夜守在你身边给你降温的又是谁？好一出苦肉计呀！顾毅，你早有预谋啊。叶总，我看他是早就联合好了股东，准备今天架空了。哎呦，你少在这血口喷人！股东为什么会离场？就是因为对叶之威已经失望透顶吧？对我失望透顶，我马上就要继承叶氏集团100亿家产，还有爷爷名下数不尽的企业，他们要不是有你的煽动，怎么可能会对我失望？没错，我要是股东，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加大对叶氏的投资。毕竟叶氏有叶总保驾护航，未来前途无量。前途无量？我看是前途无量，一片黑土。顾毅，你用不着在这儿冷嘲热讽。我现在算是看清你那副嘴脸。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笼络那些股东，但我叶氏集团绝不会过。别忘了，我们已经和国内龙头企业林氏签订了150亿的项目合同，有了这笔钱，足够让我们叶氏浴火重生。没想到叶氏集团竟然和林氏达成了合作，那可是大夏顶尖的财阀家族啊！若是叶家真能拿到这150亿的投资，都足够冲出江城，笑傲整个南方金融圈了。看到没有，顾毅，不管你耍什么手段，在我眼里都只是过家家。你就这么自信，
能拿到这150亿。合同都已经签了，这150亿是板上钉钉。没错，都是在叶总英明领导下，我才能拿到这150亿。白浩，这150亿与你无关，更与叶知微无关。过去你挑我功劳就算了，可今日这份功劳，怕只会噎死你。顾意，我知道你是嫉妒我和叶总关系亲近，但你也没必要这么诅咒我。顾烨，你要是能把你这眼红病改一改，我们的关系也不至于闹得如此。我没有红眼病，倒是你叶知微应该去看看眼科了。把这种人留在身边，简直是瞎了眼。住口！白浩是我挖掘的最优秀的人才，没有他，就没有这150亿的订单。我说了，这个项目与他无关，是我谈下来的。这个人连林氏集团的大门都没进。你说没进就没进啊！我告诉你，我在林氏谈合同的时候，你还在家里给顾总洗衣做饭呢。叶总，林总要带着150亿亲自来现场履行项目合同。好，你快去迎接。哎，看到没有？林总对这次项目合作很重视，要亲自到这里来为我叶氏集团注资150亿。真的，没想到林氏这么看得起我们，就连豪门第一千金林婉清都亲自来。主要是你足够优秀，才能让林总如此重视我们的项目。叶知微，别高兴得太早。有没有可能林总不是冲你们来的？顾意，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林总亲自来履行合同，不冲着合作方叶总，难道冲着你一个被赶出去的丧家之犬吗？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过去我未来一直忍让，可如今爱已成空，无论今世，我不会再忍。你敢打我？你这种狗嘴吐着象牙的人，不该打吗？顾烨，我第一次发现你不仅卑鄙，还如此蛮横。他出言侮辱我，你不管；我动手反击，却怪我粗鲁。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是这么双标的女人。我双标？我只看谁对我付出了多少。白浩为公司兢兢业业，给我拿下了150亿的订单，他值得我对他好。反倒是你一无是处，混吃等死。我处处忍让，但你却得寸进尺。混吃等死？罢了，我今天就不走了。既然你一门心思站在白浩这边，那我就等林总到了，正好戳穿他的真面目。我的真面目？我的真面目就是对叶氏兢兢业业，对叶总忠心耿耿。我警告你，不要诽谤我！诽谤？我看到你这张脸就觉得恶心。顾烨，你给我跪下，给白浩道歉！跪下？你我已经一刀两断了，你有什么名义能让我道歉？你把这个废物赶出叶氏，看在爷爷的份上，我还能给你留点情面，保护叶家活下去。不然，和他只会把叶家拖下火坑。顾烨，都到了这个份上，你就别给我打什么感情牌。爷爷当年就不该救你，真是救了一个白眼狼。算了，叶总，既然看清了顾意的真面目，就不必跟他讲道理。林总马上就要到了，赶紧把他处理了吧。好，顾意，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跪还是不跪？让白浩跪在我面前，这是我留给你的最后机会。你好，你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留情面。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婚礼现场！住手！住手！林总，您来了。林总，没想到您亲临现场，让您看到这一幕，实在是见笑了。这个人扰乱会场，耽误咱们合作，我马上把他赶出去。我跟你什么时候有了合作？对，不是我，是跟咱们叶氏有合作，是咱们叶总跟你有合作要谈。林总，实在不好意思，这边有点乱，
我们去会客厅吧。不用了，毕竟我跟叶氏也没有合作。林总，您开什么玩笑啊？合同上都写了，我们双方有150亿资金的项目合作。您来不就是来谈项目的吗？我确实是来谈项目的，不过不是跟你们谈，而是跟他谈。不可能，项目合作人奸细的是顾意本人，不是叶氏集团。哦，我知道了，顾意，你是不是偷偷改了合同？合同确实是有改动。卑鄙小人，你终于承认了，合同是我改的，叶氏根本不值得我投资。像这种级别的货色，连进我们集团大楼的资格都没有。但顾意不一样，他不一样。他有什么不一样？他不过就是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无能丈夫。这世上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可是2条腿的窝囊男人到处都是。是啊，林总，就这个废物根本配不上和您合作。我的顾意的名字也是你叫的？3年前，在华尔街，你拒绝了我的邀请，选择回国报恩。我等了你3年，如今恩也报了，债也还了，却被如此作践。这150亿，我今天正式宣布，它不是投资，而是我林婉清嫁给顾意的嫁妆。什么？这么刺激？您是真心要嫁给刚刚被离婚的妻子？让我顾意，你值得最好，而不是被一个瞎了眼的女人耗干心血，践踏尊严。叶之威，谢谢你的有眼无珠，才把他让给了我。从今天起，他由我接手。不可能，林总，你居然要嫁给顾意！我跟他青梅竹马，又做了3年夫妻，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就是一个无能的家庭主妇，根本配不上你这样的才华千金啊！林总，你要嫁给他，还不如养条狗呢。再敢说顾意一句不是，把你满嘴狗牙打出来！叶之文，你既不知道顾意为你付出了多少，也不知道他为了叶氏集团牺牲了多少。不过，谢谢你的有眼无珠，才把他让给了我。婉清，我们之间是不是太快了？快！我在华尔街等了你8年，好不容易抓住你，这次你无论如何也不能逃了。当初那10瓶酒，我是气你的，没想到你真喝了。可惜，你为他搭上了一条性命，他却一脚把你踹开，毫不犹豫。是啊，回头看，过去自己确实太傻了。不过现在想来也不晚。顾意，你果然是早有预谋，先是和股东勾结，现在又和林总眉来眼去，就是想断我叶家的生路，谋我叶家的家产。股东们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投资叶家，林总也一样。我说过，我对叶氏的一切不感兴趣。若不是因为爱情，因为恩情，3年前我根本不会回国。你说的好听，谁不知道叶老爷子生前有一笔隐藏遗产，将在今天婚礼上公布遗嘱。那笔遗产想必比叶氏的家产加起来还要庞大。你敢说你一点不心动？不错，顾意，你等了3年，就等今天，只怕就是为了我爷爷留下的那份东西。我等了你这么久，就是为了等你回头。爷爷的遗产确实不少，但是你们拿不到。开什么玩笑？我是我爷爷的亲孙女，我拿不到他的遗产，难道给你？是啊，你现在都已经被赶出叶家，
叶老爷子的遗产和你有半毛钱关系。爷爷的遗产跟我还挺有关系的，这关系大到你无法想象。你什么意思？哦，我知道了。说半天，你还是贪心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行，等遗嘱来了，你一分钱都别想拿到。不过，毕竟你们曾经是一家人，只要你现在跪下，给我和叶总磕头认错，念在你们之前的情分上，想必叶总说不定会分你。开什么玩笑！我愿意给150亿，顾意怎么可能贪图叶家老爷子那点遗产？爷爷的遗产确实很多，不止150亿。不过，该是我的，我会全部拿回。遗产有多少属于你？他能分到多少遗产，取决于我愿意给他多少。顾意，你隐忍了这么多年，就为了今天，你跪下，乖乖认错，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跟你做仆人的机会？你根本通不过我的考验，连做仆人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我还可以为你保留仁慈，就算你不那么爱我，是冲着我叶家的钱来的，毕竟夫妻一场，我还是会给你一笔资产。顾意，你就别矫情，装模作样这么久，我就是等着最后一刻，从叶总身上好捞一点钱嘛。奉叶百川老先生一命，在其孙女叶知薇小姐和顾意先生婚礼当日，宣读其最终遗嘱，决定叶家全部遗产归属。奉叶百川老先生一命，在其孙女叶知薇小姐和顾意先生婚礼当日，宣读其最终遗嘱，决定叶家全部遗产归属。顾意，你不是口口声声要离开吗？叶总果然没冤枉你，你就是冲着这份家产留到了现在。顾意，你所谓的付出，都是为了叶家女婿这个身份，为了最后能够多捞到一笔钱。好，看来我真的错看了你。所幸，这一切都还不算太晚。知薇，还好你是他，终于让他暴露了真面目。我是什么真面目？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你所谓的付出和爱，都是为了叶家财产的伪装，这真面目难道还不够丑陋吗？快宣读吧。叶老太爷名下共有117套别墅房产，以及32辆顶流超跑、3座私人岛屿、豪华邮轮、直升飞机，100亿资产，以及旗下56家公司。没想到爷爷给我留下了那么多家产。当我砍死顾意和知薇在一起，这份庞大的家产也有我的一份呢。顾意，我应该谢谢你，让我今天认清了你，也让我知道了谁才是我真正应该爱的人。我是爷爷唯一的孙女，遗产自然由我继承。苏秘书，快宣读吧。我叶百川立下遗嘱，将叶家全部资产交给顾意先生。这怎么会呢？这他也自己孙女了，就是说这今天反转了，遗产怎么可能给一个外人？难道我月被篡改了？这不可能！爷爷的资产不应该交给孙女吗？遗嘱的受益人应该是叶总才对。老叶总怎么可能把资产交给他一个外人？叶家的所有资产都是我挣来的。爷爷立下这个遗嘱，只是为了将我的东西还给我。他叶知薇根本就没有资格继承。不，爷爷不可能这样做的。这遗嘱肯定是伪造的，是真是假，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是爷爷的签名。就算有签名又怎么样？这个顾意只怕早就惦记叶家资产，说不定他就是趁着老叶总病重、神志不清的时候骗他签下的。还好你说的对，爷爷当时病得很厉害，
这份遗嘱很有可能就是他趁虚而入拿到的。3年前是故意拯救的叶氏，短短3年内让负债10亿的叶氏成为资产100亿，他本就应该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再说了，这遗嘱上面有老叶总的签名，无论如何，他都是具有法律效益的。我呸！这份遗嘱，如果是故意趁着老爷子病重、神志不清的时候骗他签下，那么就没有法律效益。不只有签名，还有老叶总留下的录音。这是老叶总在意识清醒下留下的遗言。百川里的遗嘱，3年后，在故意和叶之威履行婚约之前，叶家的全部资产交给故意，就算婚约作废，遗嘱依然有效。这是我和叶家欠他的。居然是真的呀！这老爷子是这都有录音了，这遗嘱怎么能这么一说？这人真奇怪，居然不给他故意的，可不是自己亲孙女儿。太奇怪。对，还有像对外人了呢，这还闹掰了。你以为我是为了叶家的资产才付出一切？不，我是为了你，为了爱。这3年，我一直在等你，只可惜，最后只等来了疼痛与决裂。顾总为爱等了你3年，只可惜这份爱你当不起。顾总，我们走吧。不，这不是真的。叶家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我，就算是要抛弃，那也应该是我抛弃你，而不是你抛弃我。直到现在，你还是那么自我。可惜，我累了。做这情深似海，终究梦如殊途。再见，再也不见。你故意，你不许走！故意夺走了之威的一切，还在婚礼上羞辱他，现在又想一走了之吗？夺走了他的一切，在婚礼上羞辱他，叶家的一切，我都是通过遗嘱合理合法的继承。还有，今天的婚礼，我本该给叶之威留足了脸面，是他自作自受。故意，你是为了叶家的资产才跟我在一起，何必在这里假惺惺？你利用我的感情潜伏了3年，只是为了谋夺我的资产。据我所知，叶老爷子对你可有救命之恩，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当年是我爷爷收的恩，你现在却把他的心血全部夺走。就算你是靠阴谋诡计拿到了叶家的一切，又怎样？像你这种小人，根本就不配娶我。哎，你罢了，明总。天雪，把叶氏集团的资料给我。既然你觉得我是靠着阴谋诡计得到了叶氏集团，那我把叶氏集团还给你好。没有我的支撑，叶氏只是个空壳。你靠着叶氏才有了今天，没有了叶氏集团这个平台，你什么都不是。叶氏本该破产，是你把他抢救了回来。如今你真的忍心把他丢给叶之威？叶老爷子对我确实有养育之恩，其他的资产是我自己挣来的，但叶氏也确实是他的心血。如今我把叶氏集团还给你，我就再也不信叶家什么。顾意，从今天起，你我一刀两断。很快，你就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的。是吗？叶之威，我看后悔的人是你吧？你好自为之吧。顾总，顾总，你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得马上手术。林总已经把所需要的医生都带回国了。谢谢你，婉晴。安排手术吧。从今天起，我要为自己而活。等你手术归来，我会把林氏的一切都交给你。叶之威那个蠢女人还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她如果知道你的真实身份，肯定肠子都悔青了。我们快去医院吧。
为什么我重新拿回了叶氏集团，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仿佛丢掉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我会让叶氏集团蒸蒸日上，根本用不着他故意。叶总，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帮助叶氏走向辉煌。有你在，我才安心。不是，你就瞧好了，没了你，地球照样转，叶氏集团照样崛起。听我怎么样？手术很顺利，顾先生很快就能康复了。顾烨，我会等你的。等你康复了，我会把林氏和我全部交给你的。接下来，我宣布由顾烨先生正式出任我们林氏集团的总裁。感谢林董对我的支持，我一定会让林氏集团成为大夏第一的金融巨头企业。还叫林董呢？别忘了我们的婚约啊！万青，如今我才知道，谁才是我值得相守一生的人。我在林氏集团就任总裁，一个三流集团的副总，有资格成为大夏顶流集团的总裁吗？林少龙，你胡说什么？我的好姐姐，身为林氏集团的二少爷，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林氏集团的家产就这么挥霍掉。这个小白脸根本没资格当林氏集团的总裁。我才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我说了算。你给我滚一边去！叫我滚，可以，但是你别忘了，虽然是你继承了林氏集团，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你，也不知道这老东西发了是什么疯，家产传给你一个女流之辈。晚清很优秀，林氏集团在他手里只会越来越强。我跟我姐姐说话，轮得到你一个外人给我插嘴吗？蠢货！你知道顾烨是什么人吗？我当然知道，他不就是一个被三流企业不要的小白脸？你把他抢过来，真的是给我们林家丢脸。你还有，可别忘了，你跟家里可是签了对赌协议，3年之内你没有把家族资产给我干到翻倍以上，你就从董事长的位置给我退下来。以后别再给我破家族企业。放心，我记得清清楚楚。哼，是吗？我看你是忘了签了对赌协议，不然你怎么会请这种垃圾来坐镇？我都怕这小子把家族给干破产了。那你不用担心，有我在，3年之内，林氏集团资产不仅能翻倍，还能翻10倍。林总，请您展开说说吧。真的能吗？你知道吗？林氏集团资产有1000亿，翻10倍，是万亿，都可以坐上世界首富。你吹牛也得给我有个限。就是，不妨拭目以待。好啊，就是说大话嘛，拭目以待。走走，快去问问林总，林总，您发表一下吧。发布会到此结束。林少龙这是故意来记者会捣乱，让我难堪，让这些记者都散了吧。顾烨，对不起啊，让你见笑了。我那个弟弟啊，一直不满我继承了林家的一切。没事，你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答应帮你把资产翻10倍，就一定说到做到。没那么简单，林家资产1000亿，是大夏的顶级财阀，这翻倍都难，更何况翻10倍啊！要是拥有万亿资产，我都能坐上世界首富了。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只要抓住机会，一切皆有可能。这3个月，叶氏连续亏损，已经濒临破产。难道没有故意？我真的没办法撑起叶氏。叶总，您放心，这都只是暂时现象，只要我们熬过这个月，下个月一定可以得到转机。我信任你，让你放手去负责所有的项目。这只是你给我的答案。别让我感觉自己信错了人。叶总，金融交易、股票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现在遇见市场震荡，投资失利，股票大跌，这都是正常现象。只要我们熬过这个月，说不定下个月就……那为什么故意在的时候，我叶氏金融投资都能盈利？行了，你先下去，我想一个人静静。喂，你是谁？我是林氏的2少爷林少龙。林少爷，这种级别的大佬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本来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但是我现在不方便出手对付我先生，所以我需要你们来帮我完成这个任务。能帮到您是我们的荣幸，您尽管吩咐。连婉清之前给你们投资150个亿，后来撤资了，是不是有这个事？是的，都怪故意那个王八蛋挑拨离间，害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我现在可以给你200个亿。什么？200亿？这200个亿，你只需要替我完成一件事，就是替我狙击现在的林氏。狙击林氏？可是林氏是1000亿级别的金融巨头，就算您给我们300亿，我们恐怕也做不到啊。林婉清并没有完全支配林氏，他可用资金不超过300个亿，而且他们现在正在跟动人的任务，只要他失败了，我就能完全夺回林氏，到时候你们也能报仇雪恨，让故意那小子付出代价。您放心，这完成任务。叶总，林家愿意投资我们200亿。你说什么？林氏愿意投资200亿给我们叶氏？没错，您家2少爷说了，只要我们用这200亿狙击林婉清和顾意，等他接管林氏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着他吃肉喝汤，成为林氏的附属企业。什么？林氏可是大夏顶流的金融集团，要是我们能成为他们的附属，那我叶氏就等于可以从3流跃升1流。叶总，这可都是我争取的。您不是一直说我不如顾意吗？现在你看看，我们俩谁更厉害？当然是你啦！我叶家要是能傍上林氏的大腿，我叶家的资产未来有可能突破300亿，一跃成为整个江南3省的顶流。顾意，你看到了，哪怕没有你，我照样能让叶氏腾飞。3天后就是顾意的就职典礼，到时候我们可以亲自到场，送他一份大礼。就这么办。顾意，我挖了你3年，终于把你的人和你的心都挖到手了。我荒废了整整3年，未来会以30年来计量。30年可不够，得用1辈子来弥补才行。顾意，恭喜你，成为了林氏集团的执行总裁。林家可比叶家风光多了。这种大喜事怎么能不叫叶总？毕竟她可是你的前妻。谁让你们进来的？都给我出去！来者是客，让他们进来吧。顾意，你搬空了叶家，如今又想入赘林家，把林家也搬空，叶之威，你别不识好歹。林总，别生气啊！我跟顾意这么多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你让他给你当总裁，当心像坑我一样，把你也坑光。
放心，我是来帮林总更进一步，帮林氏集团再创辉煌的，不用担心。是吗？可是依我看，林氏落到你手里，怕是撑不了几天了。我林氏是起飞也好，破产也罢，好像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吧？你们如果今天是来捣乱的话，现在就滚出去！林总别激动啊，我们是真心来做客的。况且我和叶总只是好心提醒你们，你们林氏让顾意入职，马上就会付出代价。小小的叶氏也敢跑来威胁，你们就不怕我反手灭了你？灭了叶氏，之前或许还有可能，但现在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林总，你非但灭不了我们叶氏，还会被我们咬下一块肉，你信吗？叶氏的总资产缩水不到10亿，这3个月更是持续缩水，濒临破产。你们要对付林氏，恐怕没这个能力。咬肉是咬不动的，别把牙崩了。是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啊？不如你们俩回家睡一觉吧，梦里啥都有。什么？我们的项目合作方要取消合作？为什么？有人接我们的项目，给了合作方更高的报价，我们报180，他们就报200亿，恶意竞价。是你们干的，恶意竞价抢夺我们的项目。林总，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呀。我们这只是正常的商业竞争，那些合作商也没说非你们不可呀。商业竞争，叶氏的总资产不到10亿，哪来的钱推项目？这些合作项目是晚清筹备了整整1年，现在被你们截胡了。虽说打乱了他的商业纪律，但你们拿得出那么多钱吗？不错，要是你们拿不出200亿，到时候那些合作商还是得乖乖找我推进项目。你们看清楚了，这是什么？这不可能！你们真的用了200亿把那些合作商都抢走了？不可能！你们那些资金都哪来的？这就不是林小姐该关心的了。林小姐现在应该关心的是，没了这些项目，你还能不能再年起来，赚到1000亿？赚不到1000亿，林小姐只怕就得退位让贤了。是林少龙给了你200亿，专门对付我的。律师，别忘了你签了协议，如果在3年内赚不到1000亿，你就得将林氏继承人的位置让给林少龙。这次的合作项目只要能成的话，年底肯定能收回1000亿。可是现在被他们搅了，这把1分钱都赚不到，还得搭上近100亿的成本，真是该死！林小姐，说起来我们还得谢谢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要不然我们也没办法这么容易摘你们的桃子呀。顾意，你不是说没了你，叶氏就得垮吗？可是我们在林家2少爷的帮助下，不仅没有垮，反倒有能力狙击林氏的项目了呢。林氏的项目，你们抢不走？你看清楚了，这上面都已经签好了合同，这个项目已经是我们叶氏集团的囊中之物了。别着急啊，这些项目都是合作商的经理签的，但他们的董事长还没点数呢。开什么玩笑？这些合同上面的合作方，哪一个不是大夏的顶流企业？华米科技、五星钢铁、腾飞网络，这些公司的董事长，哪一个不是身价1000亿的大佬？不错，这些公司的董事长，一个人就能抵得过一整个林家。你让董事长亲自签字，只怕是没有那么大的脸面了。再说了，这种级别的项目，也用不着他们董事长亲自签字。一般的项目确实没必要写这些，但如果我一个电话拨过去，他们一定会亲自来签。喂，张董。顾意，承认自己的无能有那么难吗？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你有几斤几两我会不知道？是啊，要是你真的这么有本事，把这些董事长都叫来，叶氏集团早就一飞冲天了，哪还会窝在江城？因为我本打算将叶氏原封不动的交给叶志伟，而他的能力不足以维持这个企业的人际关系。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才知道，你根本无力经营一个比叶氏更庞大的公司。三流的公司匹配三流的能力。顾意，你用不着在这说这种话。你说我能力不够，但我现在却能借到林家2少的资本，把你和林婉清逼上绝路。没错，叶小姐的能力胜你100倍，而你故意，现在除了一张嘴，还有什么？我还剩什么？你等会儿就知道了。再过不久，张董就会亲自过来，将文件改签给林总。林总，您看到了吧？这种男人明显就是脑子进了水，你该不会相信他的话了吧？我当然信他。我看不相信故意的人才是脑子进了水。叶总，别生气，反正他们无论怎么挣扎，都改变不了他们失败的事实。不错，合同已成定局，我们赢定了。到时候，林婉清会被林家2少挤下台，而你故意没有任何依靠，最后只能沦为一条丧家之犬。我故意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故意，都到这个时候你就别吹牛了。你不是说这合同上面的董事长会来改签吗？人呢？找顾先生发话，所有的项目照签无误。你们是？你们不是和他们公司签了项目合作吗？连这几位都不认识。这位是五星钢铁的张董，这位是华米科技的雷董，这位是腾飞网络的马董。他们2个档次太低，最多见见几位董事公司的业务经理，还没机会见到这些大佬本人。叶总，别担心，我看呢，这些人都是故意请来的演员吧？他们哪有能力请来真正的大佬？哼，说我们是演员？当然，故意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他哪有能力请来真正的董事长？狗眼不识泰山，故意的身份说出来，只怕还要把你给吓死。算了，张董，不要跟这种蠢货一般见识，我们还是赶紧改签项目。好，还是我们的事有点紧。张董，你们至少看一个合同再签吧，看是否符合你们的需求。能和顾总合作是我们荣幸，就算是没有钱，这合同我们也是要签的。笑死我了！我说你们演也认真一点，哪有签合同不看的？不怕走赔本买卖啊？顾意，你请这些演员来，除了丢人，还能有什么用？喂，叶小姐，我们董事长说了，本次合作取消。什么？合作取消？顾总、林总，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不可能啊！顾意，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已经一刀两断了，我什么身份都跟你没关系了。叶总，依我看，故意不过是长了一张嘴，凭花言巧语骗了几位董事罢了，靠忽悠骗合同，不算什么本事。有能耐，你试试。我当然没这个能耐，毕竟我是干实事的。不过故意，就算你把合同骗回去，又能怎么样？林婉清完蛋了，谁也救不了他。如今我是林氏集团的执行总裁，有我保驾护航，谁也动不了你。是吗？我倒要看谁能跑。林少龙，谁让你进来的？赶紧给我滚出去！好歹我也是林家人，这林氏集团是我们林家的家产，怎么，你让一个外人插足，也不让我自家人进来？顾意他不是外人，他是我未婚夫。未婚夫，家里人同意了吗？
什么时候林家千金要倒贴一个废物？对你姐礼貌点。你敢打我？未来姐夫打你这个犯了错的小舅子，有什么？我说了，这个废物不会忍，林家更不会忍。还有，从今天起，你能不能再当林家的掌舵人，还得再把分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不择手段把你从林氏集团的总经理的位置拉下来。你没有资格继承林氏集团，懂了吗？林少龙，你勾结叶林，拿林家的钱抢林氏集团的生意，为的就是林家继承人。林氏集团本来就该由我这个嫡子继承，也不知道我爸是发了什么失心疯，非要让他这一个女流之辈执掌林家。现在是时候拨乱反正了。拨乱反正？不好意思，你花了200亿让叶家狙击林氏的项目，已经失败了。不错，就算你手段卑劣，但我有故意保驾护航，你还是老实待在家里，不要再有什么非分之想。我根本没指望叶氏这种三流集团会对你们造成伤害，对付你们，我有的是别的手段。少龙，你还有什么手段？顾总，不好了，顾总，有海外不明资金恶意狙击我们的股价，如今林氏集团的股票大跌，短短半个小时，我们的市值就蒸发了一半。什么？李少龙，这又是你干的？不错，是我干的。你不是要继承林家的一切吗？怎么遇到这种难题解决不了啊？李少龙，你就是个畜生！为了抢家产，竟然不惜损害林氏集团的利益。到手的利益才算是我的利益。再说，我用我妈的钱狙击林氏集团，不管流失多少，最后还是我。林少龙，你还真是够卑鄙无耻的。商场如战场，我的好姐姐要是连这点场面都应付不了，那还怎么当林氏集团的掌舵人呢？小场面，要让林氏蒸发500亿的市值，至少需要超过上千亿的资产，整个林氏才这么点流动资金。看来你背后的实力比林家还强。你知道该怎么做？我背后有我妈支持，我妈是萧家的大小姐，背后更是有华尔街之神的扶持，掌握着大夏金融的命脉。林婉清，你拿什么跟我斗？真没想到，你妈还是萧家的亲戚。萧家最强的背景，就是他背后的华尔街之神，那可是掌控万亿资金的怪物。而且萧家本身也有足足2000亿的资产，是林家的1倍，拿捏林家如吃饭喝水的样子。顾意、林婉清，你们死定！林氏集团的市值已经蒸发到50%以上，至少拿出2000亿的现金流来抬股价。你知道这意味着多少钱吗？没错，现在整个大夏国，除了2少背后支持的萧家以外，没有哪个财阀能够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现金。你们眼里只有一个萧家？哦，你说除了萧家，还有人能拿出2000亿来救李婉清？别着急啊，1分钟后，林氏的股价就会回升，而且将一路狂飙，让市值突破2000亿。别说1分钟，我给你100年，这都拿不出。顾总、林总，好消息，有神秘资本入场，我们的股价又被抬回来了，不仅市值回暖，甚至突破2000亿。什么？这不可能！顾意，谢谢你。小事一桩。我说过，只要有我在，没人动得了你。顾意，你哪来那么多钱？整个大夏按理说没有人能够撬动林氏集团的市值。我说了，那是你见识浅薄。像这种级别的狙击，对我来说只是小儿科。我调动国内所有资金，别说是2000亿，就算是3000亿，也不在话下。顾意，我还真是太小看你了，你竟然深藏不露，难怪林婉清非得拉你上船。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们萧家可不是只有本家有钱，背后还有华尔街之神。
华尔街之神不会为你这种人出手。我级别低，他老人家自然不会为我出手。但萧家能通过他的身份联系到海外的资本。现在我要让八大家族给我注资5000亿，这笔钱够不够把你踩在脚下5000亿，确实不少。就算是华尔街之神，最多也就能过手万亿。有了这笔钱，别说林家，就算把整个大夏国所有财阀踩在脚下也可以做到。这可是5000亿啊！5000亿足够把你踩在脚下。你现在给我跪下，我可能还会饶你一些。自作孽不可无。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调集我在华尔街的所有资金，全力抬升林氏股价，把所有狙击林氏的资本一口吞掉。好的。你这么说，我还真以为是见到华尔街之神了。可惜你再有钱，也不可能拿出比2少还强大的资本。错过了认错的机会，就再也没办法翻身了。是吗？啥？神秘的资本反狙击了我们萧家，金额足足万亿，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吞完了。这不可能！哪来的万亿资产？这就与你无关了。全球只有一个人能拥有这种最强资本，那就是华尔街之神。难道你是华尔街之神？不，怎么可能？如果顾意真有这么厉害，他怎么会在叶家做了3年家庭主妇？那可是华尔街之神，那可是富可敌国、登上巅峰的存在。那可是金融界的神话，全球最强资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在我叶家给我做赘婿？都到了这个份上，你们还想自欺欺人？如果顾意不是华尔街之神的话，那哪来的万亿资产狙击林少龙背后的萧家？很简单，只是碰巧有一群海外资本在狙击萧家而已。毕竟萧家背靠华尔街之神，你现在老老实实的把林家交出来，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不然的话，我就会让这冒牌货死得很惨。自作孽不可活，我看你会把萧家害死才是真的。装，接着装，还灭了萧家，你有这个本事吗？哎，要不是我跟萧家有一点交情，我现在就能让萧家灰飞烟灭。子不教，母之过，看来得让你妈亲自来管你吧。哼，让我妈来？你知道我妈是什么人？她可是大夏金融峰会的主席，除了华尔街之神和大夏国主，没人能号令得了她。顾意，你够了，牛皮都已经被戳破了，何必再装模作样？你这样子不仅会害了你自己，更会连累林婉清。他要是懂得这个道理，当初又怎么会忤逆叶总理？我现在甚至怀疑，他在大夏挣的钱、积攒的这些人脉，都是他打着华尔街之神的幌子骗的。说得对，那些大夏企业的商业巨头，说不定就是被这个骗子给蒙骗了，给他投了资。李婉清，你也被他给骗了。我懒得跟你废话。你不是说只有华尔街之神才能把你妈叫来吗？接下来，睁大眼睛看好了。喂，是萧梅吗？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在做什么？你要是管教不好你儿子，我看萧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顾意，你还是真的挺能装的。你真以为自己是华尔街之神啊？你要是能打通萧家家主这个电话，我都算你厉害。可惜他没这个本事，刚刚一副装模作样的样子。别说打不通萧家家主电话，他要是能打通萧家狗窝的电话，我都算他厉害。白浩，我看你是想死了。让他们笑吧，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笑不出来的人是你，我一会儿让你哭都没地儿哭，你信吗？来人！这个家伙冒充华尔街之神，我要打断他的狗腿。我会把你亲自送到我妈面前邀功。
都给我住手！放开他！林少龙，你这个蠢货，不要铸成大错，给萧家惹来天大的麻烦！他冒充华尔街之神，才是惹了麻烦。我是不是冒充？等你妈过了，你就知道了。等我妈，就你这想，别说见我妈，你连让我妈排演的资格都没有。动手，我废了他！逆子，给我住手！妈，你怎么来了？我正在处理冒充华尔街之神的冒牌货。该死！你这个逆子，还不赶紧给我放手！妈，你说什么呢？我这可是帮你处理冒牌货啊！华尔街之神可是咱们萧家的靠山，这冒牌货居然敢趁火当大旗，该死他！该死的是你，顾先生，我教子无方，求您原谅。萧总，你求他干嘛？他就是华尔街之神，是我萧家的依靠。我不求他，难道求你们这帮以下犯上的蠢货？妈，你搞错了，他不过是叶家的废墟，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华尔街之神呢？还在这胡说八道，还不赶紧跪下谢罪！你想让萧家灭亡吗？我本不想以势压人，奈何林少龙这蠢货三番两次挑衅晚清，赶紧跪下磕头，吃了就把萧家害死了！不，这不可能！你竟然真的是华尔街之神！不，完了，我也是没有赶早的，他要是找我算账的话，我岂不是死定了？郭先生，对不起，是我林少龙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给我道歉干嘛？给你姐道歉，你姐什么时候原谅你，萧家什么时候就能平安落地。姐，我知道错了，姐，你原谅我，我不知道姐夫是真正的华尔街之神，就我们是一家人，你原谅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放手！当初你们把我和顾意往死里逼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是一家人？我看你不是知错了，你是知道自己快死了。姐，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原谅我吧，饶命啊！我儿子死不足惜，但我萧家确实无意帮他对付林家。这小子偷偷挪用萧家的资产，暗中勾结海外的黑帮，这事儿我确实不知情。子不教，母之过。不管怎样，他犯的错，你也有责任。要不是你曾经跟我站在一起对抗海外资本，我根本不会给你一句申辩的机会。林少龙，就你干的这点破事，死10次都不够。但母亲毕竟是无辜的，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谢谢婉清，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这个孽畜。逆子，从现在起，给我回家面壁思过，没有我的允许，永远不许踏出萧家一步。走。顾意，你骗我骗得好苦，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是华尔街之神。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的身份太高，我怕让你有负担，所以才一直隐瞒。可惜你辜负了我，如今爱人变成仇人，都是你咎由自取。你只要肯认错，顾意不会为难你。叶总，你没错，何必认错？就算故意是大人物又怎样？别忘了，还有能拿捏他的底牌。不错，顾意，你不能动我，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什么？叶之威，你为了自我保护，居然撒这种谎，真是够卑鄙无耻的！我没有撒谎，看清楚，这是什么？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婚礼前，我宁愿自己没有怀这个孩子。现在，我真是庆幸自己怀上了这个孩子。没错，顾意，是你自己隐瞒身份，明明身价有万亿，却缩在叶家，让叶总白白浪费了3年青春，耗费感情。
现在这笔账是时候让你还回来。我欠他的，我为职位付出了这么多，是他欠了我才对。叶总，现在这个孩子可是天大的筹码，你可以利用他，让顾意把一切都给你。一个孩子换得富可敌国，世上没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了。白浩，你真够卑鄙无耻的！卑鄙无耻的人是你，是你隐瞒身份，在叶总面前装了3年可，这是你欠他的。对，顾意他欠我整整3年，现在应该让他都还回来。顾意，你听到了？如今孩子在我肚子里，你非但不能对付，还要拿你的财产来换。什么？你别忘了，我们是离婚，可离婚的财产还没分割呢。我要你拿出你1半的财产来补偿我，否则我就让这个孩子流产。哎，你疯了！你别过来，不然我让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孩子。叶志伟，你真要把事情做绝吗？我做绝，是你逼我的。顾意，我曾爱过你，你却一直隐瞒身份，一直在利用我。如今你跟林婉清，你们倒是双宿双飞了，把我一个人踹到地边。你休想！我隐瞒身份，是为了不给你造成负担，不然我华尔街之神的身份会压得你喘不过气。而且，是你先跟白浩眉来眼去，是你先背叛我的。我跟白浩之间清清白白，我对他好，那是因为我欠他的。你欠他，难道就没有欠我的吗？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诉苦。白浩的付出永远比你多。3年前我意外落水，是他救了我，他舍弃性命都要救我，我自然不能辜负他。你说什么？白浩救了你？不对吧？3年前明明是我救了你才对。顾意，别胡说八道。据我所知，你连游泳都不会，拿什么救人？顾意，你真让我失望，连这种功劳你都要抢吗？不错，我是不会游，但是我看到叶之薇落水，本能的就跳了下去，就算不要自己的命，也要救你上岸。我也因此呛水晕倒了，谁想到这份功劳被白浩抢走。说我抢功劳，你有证据吗？对，你口口声声说爱我，证据呢？你要证据，我就给你证据。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是故意救了我。白浩，原来你一直在骗我。现在你知道，白浩就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从头到尾都在骗你。现在是时候清算这一切。白浩，你为什么要骗我？都是因为你，害我误会了顾意，害我永远的失去了他。蠢货！现在你知道了，救你的人是故意，我只是捡了便宜。你看看这几年你感恩戴德的样子，可笑！我竟然……故意，对不起。覆水难收，你现在说对不起，已经迟了。白浩，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小人，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操！我错了，我一开始只是想在叶之薇身上多捞点好处，我没想针对您呐。死到临头了还在说谎，要不是你挑拨，故意岂会被叶之薇伤害？来人，把这个人给我绑下去！叶总，叶总，虽然我确实不是东西，但念在我为叶氏和您付出这么多年的份上，您得保我呀！白浩，我当年就是听信了你的鬼话才赶走了顾意，害得一时差点倒地。是，不怪我，
可这一切是你自己选的。白浩，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畜生，赶紧放了叶之威，否则你今天走不出这里。白浩，我到今天才算是真正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是啊，我就是阴险无耻的卑鄙小人，可那又怎么样？不都还是被我打得团团转？你最后不也得乖乖的保我出去？你休想！顾意，不用管我，让这个畜生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白浩，你放了之威，我可以保你一条生路，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让我死无葬身之地？我先让你的女人和你的孩子死无葬身之地！住手！别过来！无意，想让我饶了他们，就乖乖听话。白浩，你别动他！站住！你再动一下，我就捅下去了。怎么，堂堂的华尔街之神，也害怕了？顾意，别管他，就算他要伤害我，也是我咎由自取。你当然是咎由自取，可你的孩子是你，你忍心让你的孩子跟你一起陪葬吗？畜生！我是畜生，可现在我能用你的孩子把堂堂华尔街之神拿捏。不义，想让我放人，就先乖乖给我跪下。我耐心有限，再不跪下，我立马杀了他们俩。住手！我跪，别伤害他们。不要！不要顾意，我亏欠了你这么多年，不值得你这样做。你确实辜负了我，可我也确实爱过你。何况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白浩伤害你们。对不起，华尔街之神，那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玩弄于股掌的可怜虫？我让你跪，就得跪。我可以跪，但是你必须放人，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都跪下了，还跟我谈条件呢？想让我放人，可以，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只要你放了叶之威和孩子，我今天可以放你一条活路。放我一条生路？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掌握主动权的是我，该提什么条件，我说了算。好，说，你要什么？我想要的很简单，现在打电话把你名下所有财产无条件的转让给你，我要让你一无所有。什么？你聋了吗？我说，我要你把一切财产转移给我，我要你的一切财产，我要你一无所有。是不可能，顾意是华尔街之神，他的资产何止万亿，怎么可能交给你这种无耻之徒？还是粗暴！顾意，你不要听他的，我不值得。值不值得我说了算。白浩，答应你，我愿意交出所有财产，换他母子平安。爽快！现在拿合同吧。顾意，我求你了，你不要欠，我欠你太多了，这一辈子我都还不起。就算你欠我，也要活着才能还我。这就对了，顾意，你还真是有情有义。这个女人这么对你，你还舍弃一切去救她。顾意不是因为他放弃一切，而是为了两条无辜的性命。你跟他根本不是一种人。是，没错，他是人，我是畜生，可最后赢的是我呀！好了，所有的资产转移流程一切都完，密钥和授权码发给你。你现在放开之威，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老实点。我成功了，
我成万亿富豪了！只要我在里面签上名字，我就是万亿富翁了！顾一，我对不起你，我不能让你为我付出一切。贱人，去死吧！顾一，顾一！还好，如果顾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一定让你碎尸万段。顾一，没事就好。顾一，顾一，救护车呢？救护车！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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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顾一，你千万不能死，都是我的错，对不起，顾一，顾一，顾一！家属止步，请在外面等候。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顾一会没事的，他一定会挺过来的。如果顾一出了事，我就以死谢罪。他怎么样？伤者失血过多，但避开了要害，需要密切观察。万幸，好痛！你没事吧？恭喜，是个女孩，母女平安。志伟，你看，我们的孩子。辛苦你了。对不起，顾言，我眼盲心瞎，错心小人，那样伤害你。我没脸见你，更没资格做孩子的母亲。志伟，阿姨，对不起。没关系。小念，不要乱跑。爸，十年不见，不回头见见这位老朋友吗？还是说，你依旧没脸见我？顾言，我对不起，我知道一句道歉太轻，我对你的亏欠，恐怕一生也无法弥补。我们找了你10年，什么？孩子不能没有母亲。这么多年，婉清只让孩子叫她阿姨。可我不配，不配和你再见，更不配做小念的妈妈。再说，你和林婉清已经成了夫妻，我怎么能……配不配我说了算。不管怎么样，血浓于水，就算做不成夫妻，朋友也一样。婉清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也希望你能做小念的妈妈。我们还能做朋友？10年的惩罚够长，我不需要你用一生弥补。回家吧，志伟。小念
也一直在等他妈妈。这呼吸都不感受到的甜蜜，当作公道，相遇是缘分的际遇。